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说装修的小李哥。最近呢，因为晚上都有重要的研讨会，本来我计划呢，至少在3到4个月之内不会剪新影片的。但是呢，在6月15号 ，Yes Team 团队的3位帅哥又举办了新一季度的讲座。这一次的主题呢，是关于房地产继承的法律知识。小李哥听完之后，觉得获益匪浅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还是剪辑整理一下，大约分成5集，陆续分享给大家。今天的内容是由 Alan 叶为我们分享刚出炉的5月份房地产市场报告。这一集影片的前2分钟，因为现场的收音不太理想，讲话的声音听不太清楚，这一点呢，请大家见谅。但是小李哥帮大家打了字幕，前2分钟就麻烦大家看一下字幕，就可以知道影片的内容咯。喜欢房屋装修相关主题的朋友，请您订阅我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任何的精彩影片更新哦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现在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吧。现在正式开始父亲节快乐！各位母亲啊，母亲节也回答。对，欢迎来到今天的讲座。我看到有些熟悉的面孔，上次有来，非常感谢。那我们这次的讲座是分几个阶段，总共2个小时。前面会有市场的报告，还有贷款金额的报告。然后接下来是主要的讲的后来讲的，然后中间会有一个休10分钟的正好休息，12点7点25的时候，然后接下来会有答问的一个环节。好，那我们就浪费时间，我们就请Alan 给我们市场报告。大家好，我们这样子讲话的声音是对到吗？可以吗？好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就开始。我的名字是 Alan 叶。那今天我这个团队在这边谢谢 RBC 提供场地。先介绍5月份的市场资料，上周刚出的资料。5月份呢，大陆地区的总成交量是2733户。这数字必须大家过正，但是如果是跟去年同期比的话，要跟过去10年的平均下降了接近10%。换句话说，大家说但是下一个可以看到，卖方其实持续的都把房子推出来卖。那成交量不错，主要是因为买家不在观望，买家不愿意。那观望的原因有一些，其中一个当然就是贷款利率现在还是很高。那第2个原因是因为大家都在等1月5号的时候，央行要宣告缓降息降多少？所以5月份的状况是其实在观望。那可以知道说，其实5月应该是传统的旺季，3、4、5月应该是旺季，但是在这个时候并没有看到像过去的成交量，就是没有至于卖方这边，5月份上市的新的房子呢，总共有6374，所以说卖方他们还是有他们必须的原因，必须要卖房，所以卖方这边持续的把新房推出来在市场上卖，比去年同期上涨了13%，甚至比过去10年的平均值，5月份的怎么讲，就是在市场上的这个在卖的房子呢，增加了20%，所以卖方这边是持续的把新的房子往市场上在推。那就带到了我们下一个，这是我们观察这个市场到底是买方还是卖方市场很重要的一个数据，叫做 Sales to Active Listing Ratio。那主要就是看当月的成交量除以当月的挂牌总数 ，OK？ 那这个数字呢，如果是低于12%，并维持一段时间，通常是3个月，那我们就把它定义成是买方市场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价格压力也会往下修。反之，如果是在20% 以上，还是一样要维持一段时间，1个月、2个月这种突然的那种起伏，说不准，通常都是看3个月。那如果是3个月持续维持在20% 以上的话呢，我们会把它定义成是卖方市场。那12到20% 就是平衡市场。OK， 那我们来看看5月份的话，现在市场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状况？
大温地区所有的产品 ，OK， 公寓、独立屋、townhouse 全部合在一起是21%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平衡稍微偏卖方市场。那这个数字在4月份的时候是24%，也是一样，就是平衡稍微偏卖方的市场。拆开来看，独立屋的话17%，联排别墅25%，公寓23%。那独立屋的话，这边可能要稍微提一下，是说，因为现在很多那种土地整合的房子，他们都还是在市场上卖，他们那个一卖就卖1年2年是很正常的。那换句话说，他们会膨胀了独立屋的分母数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就是独立屋假设100间在卖，看到100间，但其实只有90间是真正独立屋在卖，其他是那种土地整合的那个。但是因为他们也是被放在独立屋的这个类别里面，所以说这个数字独立屋17%呢，实际上来看，其实要再多个3到5%，也算是偏卖方市场。至于成交价格的部分 ，OK， 平均值是121万，比去年涨了2.3%。这大概也就是过去6到9个月市场的一个缩影啊。因为就是成交量放大不出来，同时间市场又维持在平衡接近卖方市场的一个水位，所以说每个月就是那种0.1%、0.2% 的慢慢的在升，那一年下来就是涨了2.3%。那这个是过去5月份的报告，这个是平均值 ，OK， 独立屋206 ，townhouse 114，公寓77万。好，那这是看过去，那接下来往后呢，我们对于市场哪些因素会影响接下来市场的发展？其中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利率、贷款成本。好，那这个也是目前买家们没有办法进场的很重要的原因之一。所以第一个就是利率。那接下来6月5号已经做了第一次的降息嘛，这个是4年多来首次降息，虽然幅度不大 0.25%， 对于实质购买力不会有太多的帮助。但是对买方的信心是有很大的帮助的，他们至少知道说 OK 不会再升息了，他们在预算的掌控上面可以做一个比较精准的规划。那第二个就是经济总体，包括比如说失业率的话 ，B season 最近的是5%嘛，低于加拿大的6.1%，所以失业率目前是维持在5%，跟上个月差不多。然后通膨现在也掉到了2.6、2.7%，跟2年前的8%比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，所以这些经济指标也是要观察的重点。那第三个就是政府的一些 policy， 比如说几乎每1-2个月都会有新的法规出来，可能是移民政策或者是对留学生的限制。那最新的是增值税，25万以上之前原本是50% 要列入那个所得税，现在是2%。然后还有前一阵子5月1号的是 B&B， 现在对于 Airbnb 的要求更严格了，导致于很多的卖家原本是做 B&B 的，他们现在就可能会考虑拿出来卖，因为对他们来讲，他们长租不是他们的考虑范围之一。一来是现金流不会像 B&B 那么好，二来是因为这边的租赁的法律非常偏向租客，所以很多投资型的房东他们不想要去碰这一块，他们宁可做 B&B。那现在 B&B 不能够做的话，他们宁可拿出来卖，他们不想碰这个租客。所以这些都是接下来会影响市场的一些因素。那这个是我最后一页投影片，这边是提到说，如果连传统的旺季5月份成交量都萎缩的话，那接下来呢7月8月进入了夏天，大家去度假了，小朋友放假了。如果进入了传统的7、8月的淡季的话呢，市场有可能会再更进一步的萎缩，买家们。那如果卖方持续的把新的房子挂盘出来的话呢，会造成卖方大于买方。那如果比较积极的买方，在这时候尽管贷款成本还是很高，但是比较积极的买方，如果他们仔细的去搜寻市场上的房源的话呢，有可能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找到一些不错的标的可以进场。这是我的报告，谢谢。看完今天的影片，大家应该对目前大温地区房地产的现况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。小李哥对 Alan 今天最后一段说的话非常的认同。一个积极的投资人呢，应该要选择在危机入市，
在要来的7月、8月市场正低迷的时候，仔细的寻找房源，低价进场，这样才是最聪明的投资选择。您说是吗？希望今天的影片大家都喜欢。最后和大家预告一下，在这个周四晚上的7点半，小李哥在 YouTube 的主频道有现场直播哦。这周的主题是讲灰管，还有更换灰管的工程。欢迎大家来参加我的直播，线上讨论装修的话题。最后祝大家平安喜乐，我们周四晚上的直播再见咯，拜拜。